金兄，此物是从何而来？看起来的确奇特，不知是否有什么特殊来历。当然金兄若是觉得不便说的话，也就算了。此物来历倒没什么可保密的，但是就怕说出来之后道友不信金某所言呐，因为此事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呀。道友不说，怎么知道在下不信呢？况且知道了其来历，在下说不定还能想起这是什么东西。毕竟光凭一样死物，实在联想不起它的来历来。韩立沈然一笑，听对方的口气，此物还真是有些故事的样子。其实此物来历也没什么可隐瞒的，而是为了此物，老夫相交的几位好友全都陨落而亡，故而有些不想提起而已。韩立听了此话一呆，但见对方面露思量的模样，知道对方还要说出什么来，当即静静的一言不发。道友应该猜得出来，老夫是一名散修，而且是一名修炼了土属性功法的散修。在下别的神通普普通通，但偏偏天生的土灵之体，在土遁术上有些小造诣。若不是在下灵根实在低劣，恐怕不少大宗门还会抢着收老夫为徒的。说到这里，老者脸上露出了满是惋惜之色。所以金某修为一有所成之后，经常喜欢去一些荒山僻地，寻找一些上古修士的洞府，妄图找到什么灵地遗址，一夜之间就能福来运转。哎呀，但是那些古修洞府和灵物哪儿有这么好寻觅的？在下虽然不能说毫无收获，但和浪费在此的时间上比，也就不算什么了。直到3年前，金元的话语声不自然地顿了顿。3年前，老夫应一位好友邀请，说发现了一座疑似上古时期的古修巨墓，打算借助老夫的土遁术，一起上前去探上一探。若真能得到宝物的，自然会分给在下一份。金某一听此事自然大喜呀，立即就应约前往了。结果一同前去的还有另外几位认识的至交。那时我就已经知道，恐怕这个古墓大不寻常。果然，老夫进入了古墓才发现。老者的声音变得有些微微颤抖。才发现古墓内竟然是上古时候一名赫赫有名的帝王之墓。那人是在上古时候就以凶残著称的玄烨王，也算是一位传说中的大人物了。我们几人见此却大失所望，以为要白跑一趟了。毕竟此人在凡人中再怎么了不起，但对我们修仙者来说，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？但谁知道闯进主墓室后才发现，墓中陪葬的东西竟有许多修士采用的珍稀材料和法器。我等几人自然大喜过望，正准备取东西，谁知道墓室中众多陪葬的干尸突然间活了过来，并化为刀枪不入的行尸。无论什么法器功法打在他们身上，全都毫无用处。等及大部分道友猝不及防之下，就被撕成了碎片。而主观中也传来异象，那位传说当中的玄烨王似乎也要复活的样子。幸亏我精通土遁之术，见到不妙立刻从地下逃了出来，否则就在那凶墓中陨落了。但其他人就没这个好运了。金元说到这里时，脸色微微发白，看来当初的一幕对他实在是震惊不小。那这个东西是？此物是供奉在主棺上的一件东西，我离开时候顺手拿走的。原想此物竟然如此奇特，肯定是一件奇宝的。但谁知道到各处方士问过之后，人人都不知道这是何物。虽然知道它不同一般，但也没人愿意出过高的价钱收购它。
就这么一直搁在手里了。金元倒也没有多做隐瞒，直截了当的回复，只是脸上的郁闷之色显而易见。既然是上古帝王陪葬之物，那无人知道倒也并不稀奇，毕竟上古时期有许多东西在如今的修仙界早已绝迹。不过一位凡人帝王竟然有修仙者的东西，竟还化为了行尸，似乎问题有些严重了。你没有再找人去探过此墓吗？老夫自然再去找过那座古墓，并且还带上了一大批的高阶修士前去。谁知道等老夫去原来的地方后，那座古墓居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这原地只有一大片荒野而已。老夫实在难以置信自己所见，但是那古墓位置老夫却的确没记错，甚至老夫故意在古墓的入口处留下的暗迹都能清晰可见的。金元说着说着，脸色阴沉了下来，韩立眉头也皱了起来。若是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一群人只有老人一人幸存，再加上老者没有找到古墓，那后面的事情不用说，这位的日子绝不会好过。道友是在何处见到古墓？能否给在下说来听听？还能在哪儿啊？自然就在这雪灵山脉的深处啊。雪灵山脉？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好像说过以前时常有修士在山脉中失踪，难道和此事有关？可能吧，老夫也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若是道友对此感兴趣的话，在下可以将古墓的地址给道友看看，也许韩兄有机会去那儿看看，能有什么发现呢？老者犹豫了一下，竟这般说出口，然后从怀中掏出了一块玉简，握在手中，明印了些什么进去，随意地递给了韩立。好吧，若是有空，韩某就前去看看。默然了片刻，韩立伸手接过玉简，不动声色。看来老夫和道友还真是一见如故，心中的这番苦闷好长时间没向别人讲述了。这样吧，我看韩兄对此物也很感兴趣的样子，这东西老夫就便宜些卖给道友了。韩道友只要给100块灵石，东西你就拿去，如何呀？100灵石的确很便宜了，但是在下也不能让金兄吃亏了。这样吧，我给金兄200灵石来换取此物。韩立笑了笑，仿佛有些不好意思，如此的说道。接着他往腰间储物袋中一摸，2块中阶灵石出现在手中，递给了对面的老者。金元见到中阶灵石，脸上不禁露出笑容，当即客气了2句，也就接了过去。而玉盒中的金色气泡自然主动推给了韩立，而韩立当着老者的面随手将玉盒揣进了储物袋中。老者见此，脸上满是欣慰之色，似乎颇有些不舍的样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韩立腰间的一只灵兽带动了一动，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啼鸣声。这是……没什么，只是在下圈养的一只低阶灵兽而已，大概见物欣喜，对此物有些兴趣罢了。低头看了一眼那只灵兽带，韩立一脸不在意之色。金元听了这话，心中有些犹豫，但也不好再问些什么，当即和韩立闲聊了一会儿，就起身告辞。望着对方推开食物大门走出去的身影，韩立脸上笑容渐渐收敛起来，露出了一丝阴沉。半晌之后，他突然将那个玉盒再次取出，并打开盖子，凝望着盒中之物，一语不发。怎么，你还真打算去那古墓一探呢？当然不去，虽然不知道那人刚才之言有几分可信，但我又不是一个初出茅庐之人，怎会去冒险？不过帝王之墓，在下还真是有些好奇。若我恢复了全部修为后，或许去探上一探。但那人对我所说这些，明显没有安什么好心，什么一见如故，坦然相告，真以为我是3岁孩童。活了这么多年的老家伙，哪会轻易的将这种隐秘之事告诉别人，更别说一个刚见面的陌生人。如此殷勤，
肯定非奸即盗。哎，这倒也是。不过若那些刚出师门的小家伙，可最容易被这种人欺骗了，以为对方对自己交心了，就轻易地放弃了警惕，以后恐怕被卖了还不知呢。想当年老夫也哦，前辈当年也被这种伎俩蒙骗过。哼，老夫当年也年少过，被人骗过有什么稀奇的？好了，晚辈不会追问前辈当年的丑事，不过这个东西竟然让提魂兽都感兴趣，看来还真是古怪。韩立神色一怔，随后单手一拍腰间的灵兽带，一道乌光从带中激射而出，落在了桌上，化为了一只寸许高的迷你小猴，一身油亮乌黑的绒毛。小猴一出现后，当即用鼻子轻嗅了几下，目光就落在了那个金黄色的气泡上，脸现一脸犹疑。韩立有些奇怪，盯着提魂兽不语，用心神沟通。从神识传过来的感应看来，提魂兽对着金炮似乎有几分畏惧，可同时存在那般殷切的感觉，又是怎么回事？韩立尚未想明白，忽然提魂兽身上黑色阴气冒出，纵身一跃，竟然一头扎进了金炮中。随着金炮表面光芒大放，从炮中凭空出现了一缕缕灰色火焰，将此兽包裹其中。提魂兽脸上呈现痛苦之色，身上却是持续不断地放出漆黑色阴气和灰焰交织，身形在金炮中一动不动起来。韩立眉头紧皱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但显然提魂兽不想马上就从里面出来，好像竟在借助灰焰自行修炼一般。而让他奇怪的是，火焰出现的瞬间，金炮上蓦然变得灵气盎然，无中生有般的散发出惊人的灵波。等等，这等景象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我应该有过此物的印象。前辈想起了什么？让我想想，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。大眼神君的声音凝重了几分，听到对方如此一说，韩立没有开口催些什么，静静地望着金炮中提魂兽，也垂手思量了起来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大眼神君的声音再次传来：我想起来了，这东西我昔年游历时曾经在一名万年尸王身上见过一次，好像是那名尸王生前是一名佛门高僧，变成尸王后将自己的舍利炼成了一件极为厉害的护罩类的宝物，厉害非常啊！放出体外后，短时间内几乎坚不可摧。我也曾经在此上面吃过大亏的，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而且对方释放出来的护罩是银色的，我一时倒也没有想起来。不过这种东西应该暗藏尸王体内才对呀，怎么落到金元这么一位筑基期修士身上了？连你都曾经吃过大亏，那此物还真是厉害非常，堪称至宝。不管那人怎么得到，现在关键是提魂兽有没有危险。你这还没看明白啊？你的灵兽正在吸纳舍利中的尸焰。说起来，不但你这小子是个怪胎，连你的灵兽个个也是奇怪无比，竟然还有专门能克制鬼妖的灵兽啊！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未听过有地魂兽这种东西呢。吸纳尸焰。韩立细看之下，果然提魂兽放出的阴气正在一点点的吞噬灰焰，心中一安，但听到大眼神君后面的言语，不禁苦笑了起来。说实话，这东西早已和原先的培育之法大相径庭，进化了几次后，还是不是提魂兽都已经很难说了。这东西是一种异化灵兽了。我说这背后怎么还会有一个妖怪图案呢？这些实验都化为了灰白之色，绝对是万年以上的精纯尸火，普通的修士灵兽战之利弊，这灵兽竟然还敢吞噬，真是不一般呐。不过此物好像还未被炼化完全，更没有认主，否则炼化它的尸王神念一动之间，哪怕相隔万里之遥也会立刻飞回的，这倒有些奇怪了。